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何静涵说八卦拳，不说八卦，只说拳啊。那么上回提到中国武术的一个特色是它是属于防卫性的武术。好，防卫性的武术跟攻击性的武术有什么差别啊？比方讲今天有一个外族，一个国家要侵略，他的侵略是有计划、有准备的，就是我要侵略谁，那么这个国家它的强盛的程度如何它的国情如何，它的防御能力如何，所以我要用多少兵力，用什么武器，在什么时间去攻击它最恰当。所以攻击方大部分是他已经准备好了攻击的时间点由他来选择，就好像一个强盗或者在街上一个小偷他要偷东西，主动性在他会选择这个人是比我弱这个人比我弱，这个人比较精神不集中我可以克制住他，他才会出这个手。所以攻击与防御在一开始的时候，强弱已经确定了，很少会说我明明知道我自己比对方弱，而我还要去主动的侵犯他的所以这个是攻击方的优势。那防御方呢？防御方自己在生活，平常就是过日子，他知道有这个威胁在，可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所以他不可能永远在备战。他也知道对方来侵略我的时候，对方一定是兵强马壮都准备好了，所以对方是强方，我是弱方，所以弱方要怎么办比方讲你在强壮的时候，一个人在强壮的时候比较不怕别人对你动粗侵略你，可是你中老年之后怎么办所以这个考虑是同样的。所以防御性的武术，它必须把它的武备放在生活当中，它必须去想定弱者要用什么方式来击败强者。所以在强弱的争斗当中，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公平的局面在现代的军事也可以看得到比方美国打伊拉克、打中东这些打越战是一个最好的例子。美国强，北越弱，所以北越不以力敌不以力敌，他以非正规的方式以非正规的方式来对敌，最后赢了我们看中国的到后来的，比方讲抗日战争等等也是一样，非正规的方式，不能够正面对敌，所以中国武术防御性的武术里面，它就产生了很多的技巧。它的前提是我如何运用我既有的能力，来达到防卫自己的目的。我既有的
用具，比方讲农具或者一些生活里面使用的棍棒、刀叉啊之类的。我如何使用我的现有的体能啊，来达到防御我自己的目的？我如何能够很快的让对方失去攻击我的能力？这个是防御性武术他要考虑的这个是他不是像职业运动员要参加奥运比赛之前有一段时间的训练期、强化期防御性的东西没有的虽然大家在一个村庄在农闲的时候会练习那个练习也是属于防备性的平常还是过日子的时间多所以中国武术你看每一个门派，几乎任何一个门派，他教招式的时候，这个师傅在教招式的时候，他的前提一定是，如果对方这样打你，你如何？所以中国武术的第一个动作绝对是防御性的比方讲一个挑一个拦一个画都是假设对方先攻击你所以里面产生中国武术的所有的招式动作训练方法都是以此为前提的。可是现代运动不是，现代运动基本上是接受西方的观念就是攻击性、积极性然后当它变成一个运动项目了以后，它要有可看性所以永远是攻击才有可看性。那么这个现在流行的这些，从思维层面到这个记忆的核心，一直到技术，完全是两种东西那你说防御性的不能去打吗？可以但是你接受的训练就是防御性的。然后什么叫做防御性？防御性就是你强我弱，你要欺负我我不会跟你比例，我也不会空手跟你打，因为已经是不公平了嘛。所以我必须比方讲拿一个东西，拿一个武器，或者随手拿到一个东西来达成平衡，达成这个平衡或者我要攻击你的弱处我以我比较弱的力量去攻击你的弱处，而达成平衡。那这种种都不是在现在的竞技运动它所会允许的。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中国武术打斗一定要说打这个咽喉眼睛什么这些地方，就是因为他是弱的嘛。因为他是假设自己是弱，他前提是我是弱的，而你是强的，你要主动来攻击我，我要保护我要用各种可用的手段来保护我自己。这个是与现代运动相违背的所以我觉得中国武术如果要有比赛，如果要有竞技，不是不可以，但是要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要设计自己的这种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下面的运动竞赛中国大陆现在有很多的中国武术的这个擂台竞技，可是他用的是西方的现在运动的这种价值观
这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因为你比下去以后，你用的记忆，你的整个观念就变成那种攻击性的东西了。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啊。可是我们今天在谈的是，我要保存的是中国发展出来的传统武术的这个文化啊，我们要介绍要保留的是这个部分啊。所以如果它转变成现代性的运动竞技，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切割才可以去理解为什么传统武术里面它会这个样子，它会这个样子，它会这个样子啊。你如果把它设定为是防御性的武术啊，你设定为你要面临到一个比你强很多的人要来欺负你，你要怎么办啊？你就会理解到啊，为什么中国武术是防御性的，而且为什么它的发展过程当中，从思想层面一直到技术层面，它会形成这个面貌啊。好，这是前面啰嗦的一堆啊。那么我这个谈话的节目呢，没有任何的草稿啊，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当然有一个基本的脉络啊，但是呢，也不是很有条理的啊。那么以后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啊，我看到了也会在这个讲话当中来做一个答复啊。那么下一集我就要谈到八卦拳了啊。好，谢谢大家。